Hello， 大家好。春天来了，春天是换盆的好季节，因为春天万物复苏，换了盆的兰花很容易浮盆，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，就不要乱换哦。如果要换盆又不换的话呢，兰花就会走下坡路，甚至连命都保不住。这一棵苗长得太密集，那些新长的苗夹在中间不通风，很容易就会腐苗。另外的这一盆是什么原因呢？来看一下，这两个老球茎有一些咖啡色的，这是晒伤的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问题出在这个球茎不知道开完花之后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。另外这棵新苗太靠盆边了，没地方长，所以我也想把它换盆，把它挪到盆的中间。另外的这一盆又是另外一种情况，看这两个球茎比较靠近底部的地方，颜色有点咖啡色，虽然摸上去球茎是很硬实的，不软的。这种情况呢，通常是植料比较旧了，酸化了，出现了这种情况。如果不换盆的话，很容易这盆花就会挂掉。现在开始操作，第一步脱盆，看一下盆底呢有一些小石子和火山石，是为了加重盆的重量，让它不要头重脚轻，还有就是为了疏水透气。来看看这些根，这些根都长得不错，如果不是苗太密的话，这个不需要换盆。这些植料是水苔加树蕨。这棵花的根比较细，通常细根的花就用细的植料，因为细的根保湿就更重要，细的植料比较保湿，用粗的植料比较快干。拆好植料之后，根是这样的，等会儿呢再用水把它冲洗干净。另外的这一盆是海蛇，这一盆呢超过2年时间了，也是时候该换盆了。先来脱盆，看看，由于盆是透明的，很容易长苔藓，看上去好像脏脏的。哇，现在才发现原来里面有一团水苔，我已经忘记了，当看到外面的植料干的时候就给水，结果呢中间那些水苔还湿湿的，结果就把中间那个球茎的根给闷坏了。开植料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要小心不要伤到新苗芽的新根。再来看下一盆，从盆面上看到这些白色的点也是新根，所以呢脱盆和拆植料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，不要伤到它。由于这个盆不是透明的，所以里面呢很干净，看到这些根也长得很漂亮，但是这些根看上去就知道已经很老了。这些老根如果不换盆的话，它会继续的工作，但是工作效率会很低。但是如果换植料的话，这些旧根基本上就废了，因为在新的环境里面，它很难去适应重新生长。把这些根用水冲洗过后是这样的，这棵基本上不怎么需要修根。再来看这一棵，深颜色的根是老根，浅颜色的呢是比较新的根。另外的这一棵也一样，绿的是新根。先来修这一棵，这一棵呢是这样子斜着长，这个球茎呢种下去会被埋在植料里面，它下面的根也很旧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能力。这种球茎留着也是一种负担，所以我就把它剪下来。这个老的球茎呢看上去相当老，也看不到芽点，就不要了。这个切口呢斜着，截面呢就有点大，所以我把它再从这里剪一下，
让它的横截面更小一点。还有这个球茎下面的根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了，可以把它修掉。在修根的时候要知道，有时候那些看上去黄黄的老的根似乎还是好的，没有烂，但是呢，这种留在新的盆里面呢，它也很难去适应。就算根不烂，但是呢，工作效率也会极低，留着它，植物会半死不活的，很难长出新根。所以可以大胆的用手这样子捋。如果这样子能把根被捋下来的这种呢，你不用心痛，留着它也没有什么作用。至于剩下的那条根丝，可以修剪也可以不修剪，因为那条丝在新盆里面它基本上不会烂，也不怎么占位置。在上盆的时候呢，这些根丝可以用植料把它压着，帮助起到稳定的作用。再来看这一颗呢，有的根是比较翠绿的，这是新根，一定要好好保留。另外那一团咖啡色的呢，这些根基本上是没有用了，这两个球茎也可以把它除掉，不要了。看看能不能把它掰下来，不行还是要用剪刀从这个位置把它剪断。剪下来的这几个球茎很老旧，而且下面的根都已经死掉的，所以留着也是负担。惨了，这是新根，剪断了。再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那些不好的根，软的或者是老的不工作的根，就把它修掉。好像这里颜色比较深而且不硬的，就可以把它修掉，留着也是白占着位置。剩下的这些都是看上去比较新的，而且是很硬实的根，这些根会在新盆里面很容易浮盆。根晾到8、9分干就可以上盆了。我们再来看这一株，这一株呢，看里面的苗真的是密密麻麻，密不透风。这种情况呢，很容易造成腐苗。这样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分株。怎样分呢？我们要找一条路，就是让它自然的可以分开的一个位置来把它掰开。这里呢就有一条路。这个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新苗一定要跟母株连在一起，不要把新的苗单独的分开。就是 baby 要跟妈妈站在同一边，而且每一份最少要有3个以上的球茎，这个单独的掉下来的老球茎就不要了。好，就分成了这样子2份。现在开始上盆。现在盆底放一些小石子和火山石，要注意不要把那个孔给堵住，方便沥水透气。接着用潮湿的水苔把根包住，然后把它塞进盆里面。似乎太高了，把水苔拿掉一些，因为8分满就够了。然后用手把水苔压紧，一定要压紧。如果水苔太松，不能稳固，它没有安全感，长的根就长不好。而且水苔松，吸的水反而多，很容易造成烂根。看这样子就是8分满。浇水的时候，水不容易溢出来。好，再来第2份，方法基本一样，也是在盆底放一些小石子，然后用水苔把根包住。它这里的苗呢，有些高，有些低。怎样去掌握这个高低呢？要把最低的那棵苗露在水苔上面，否则水苔把它包住的话，它很容易腐苗。那么有些长得高的苗呢，看上去就好像离空了，好像这一棵苗在半空中碰不到植料，
这个是没有关系的，它的根会往下长。也可以用一点点的水苔把它垫在这棵高出的苗的下面。这棵由于它的根不是很多，我就加了一条支撑棍帮它稳固。再来看这一棵，我在切口处用了封口胶，防止细菌从伤口进入。我用的质料是潮的水苔和树皮，大概各占一半。为什么这里用的质料不一样呢？因为这一棵它的根没那么细，而且这个盆大，如果用全水苔的话呢，就很容易造成烂根。用全树皮的话呢，在纽约的冬天开暖气的时候呢，又会显得太干了。现在粗细搭配，这样子照顾起来就比较方便，不用经常浇水。这里有一个大的球茎和一棵新苗，这种呢就要把新苗尽量的摆放在盆的中央，老球茎就往边上靠。同样的，质料一定要压紧，还可以用支撑棍帮助植株稳固。关键就是质料一定要压紧，压紧质料根才会长得好。最后的这一棵上盆的方法也一样，也是在盆底加一些小石子和火山石，让它不要头重脚轻，也方便沥水透气。这一棵呢，这个是老球茎，先把所有的根塞在盆里面，然后把这个老球茎呢尽量的往盆边上靠，然后调整好高度，一只手这样子稳固，另外一只手呢就把质料塞进盆里面。这里所用的质料也是潮湿的树皮和水苔，比例呢也是大概各占一半。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把质料压紧，不要留空隙。有些位置呢可以借助小棍子把它压紧，一定要压紧，这是关键。紧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这样子，把它拎起来，盆不掉下去的。有些它的植株长得不是很正，可以用支撑棍帮它调整一下位置，让它的根长定了之后呢就好了。这么多水苔在里面，压紧是关键，它才不容易烂根。最后插上名签。接下来要说一下换盆之后怎样照顾。第一，不能浇水，这些质料是潮的，所以呢上好盆之后不需要浇定根水，然后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。如果是放在室外的，可以向上面喷雾状的水，但是要注意不要有积水，有积水的话就很容易腐苗。如果是在室内的，就不建议喷水，喷水很容易会在新芽积水腐苗。文心兰的根比较细，通常我们不会等到它十分干才浇水，这种情况呢，盆内的通风就显得更加重要。所以呢，盆边我打了很多的孔，方便疏水透气，不容易闷根烂根。盆内的质料没有一个全干的过程，就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疏水透气就显得很重要了。那什么时候应该浇水呢？要看不同的环境，你要用手去摸一下质料，如果质料已经干透了，而且在透明的盆上看进去没有水汽，这种呢就可以浇水了。但是浇水呢，不要浇透水，沿着盆边浇一圈水，等质料干了之后再重复这个动作。因为干养根，在它还没有浮盆的期间，尽量的偏干养。在它没有新的生长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浮盆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施肥。浮盆之后就可以正常养护了，通常这个时间需要2周到1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你的环境是比较通风又温暖的，那么可以向叶面喷
生长肥来刺激它生长，那它会快一点覆盆。关于文心兰重新上盆和分盆的视频呢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儿，谢谢收看。